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今天的老范读评啊，这个 Discord 老范又不幸严重，博通跌惨了啊，触发 AI 泡沫崩裂，有点当年莱曼兄弟的味道。这个我觉得跟莱曼兄弟还是不太一样吧。晚上好啊，晚上好。好，我的稿子呢？这儿呢。那么每周一次的老范读评啊，这就开始了。这周有些什么样的评论呢？首先，第一条，哈萨比斯的这个访谈啊，距离 AGI 还差2步。有些人说，这会不会变成2025年的 AT&T 呢？啊，这个 AT&T 这个典故是什么？就是当年因为反垄断啊，涉嫌调查，最后被拆分了。肯定有很多人希望去拆分谷歌了，然后反垄断调查以及相关的诉讼一直就没有停下来过。只是呢，我觉得 AT&T 的拆分应该算是给美国人敲响了警钟吧。就是拆分这种超大型公司没有什么好处啊，你把它拆分了以后，其实很多的创新反而就跑不起来了，对吧？你还不如让它合在一起，然后接着往前混呢。微软我觉得是上一个差点被拆分的公司，对吧？那最后就是一直拖到，有下一个新的老大，也就是谷歌、Facebook 这帮人起来，对吧？微软也就算把这事儿混过去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再有这种大型企业被拆分的故事发生了吧？啊，再往后啊，说谷歌从搜索引擎以来啊，移动互联网、云计算、量子计算、人工智能全都是主要玩家。20几年里，似乎只有社交网络是他想做却没有做好的啊。这个其实它还有挺多东西没做起来的啊。这个谷歌，这个你只要是进行这种铺开了的研究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想做，做不起来。对吧？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谷歌一直想做一个中国版的这个搜索引擎，它就一直没有做起来啊。当然，这个可能跟技术没有关系啊，这是一些更复杂的原因了。你像谷歌做电商啊，其实它也一直想做啊，也没太做起来。包括这个游戏啊，还有像这个什么，看人家做流媒体，他自己有 YouTube 有这些东西，他说我是不是也整一个像这个Apple 加或者是像网飞这样的东西出来啊？他也都想过，就是他这么大一公司，这么多人啊，当然他会向不同的方向去发展，那做不起来是很正常的。对吧？做起来才是啊，这个很偶然的情况啊。那怎么能够保证说一直能够做得很好呢？就是更多的尝试，更多的失败啊，那他就可以做得还不错。再往后啊，这个上周读评里头啊，这个有人说了，说这1、2周墨西哥要做表决，要不要给中国厂商加50%关税，以换取最近美加墨关税谈判川普手上的流情。这个已经通过了啊，现在对中国好像有些加了25%，有些加了50%。我觉得呀，这个关税这种事情呢，它就是一个谈判的过程，对吧？那墨西哥在里边进行来回摇摆，也就摇摆呗，我们也没说他什么，对吧？这个不用老想着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那样对我？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这种诉求，各自有各自的这种平衡点，对吧？都是在各种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包括中国，包括美国，实际上都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啊。没有谁可以随心所欲，就算是董王，大家每天看着他，哎呀，今天挥斥方遒了一下，明天又指点江山了一下，或者什么样的，也都有很多的这个艰难的抉择需要去做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没必要去批评他
啊，也没必要说就幸灾乐祸。你看人家这中国人跑去墨西哥也被人罚了吧？这都没有意义啊，这都是属于商业的一部分。啊，眼镜是紫色的。哎，这回就不紫了。你好，你好啊，这个大家怎么都没有什么评论呢？看封面感觉老范要开新业务，开始种叶子了。没有，我们做的是一个药铺，对吧？这个每次总要换一些不同的样子来给大家看一看嘛。好，继续啊，说这个 AI 的心理健康程度堪忧啊，这一条里头呢，有人说了，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爱好者啊，这个文科生，如果让我选2025年最喜欢的2集节目，就是今天这集和上回写诗题诗词那一集啊，这是我们塔主给出的评论啊。文科生看来还是喜欢这种内容，但是写诗那集播的还不错啊，这个。AI 心理健康程度堪忧这一条呢，播的实在是不怎么样。这个看来我的用户里边啊，我的观众里头应该是理工科或者是工科生偏多啊，文科生是相对比较少见的。还有啊，说 AI 的心理健康堪忧这条，还有人说啊，做这种事情啊，写这种水论文，不是凑论文数，就是真的有认知缺陷，还替他们宣扬。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理科生或者工科生对于这个文科生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了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有意义的，就是对AI 进行一定的评估啊，依然是有意义的。如果全世界都是理科生管事儿的，或者都是工科生管事儿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啊。大家知道什么地方都是工科生管事儿吗？就是咱们这儿啊，这个你像欧美国家，实际上都是文科生管事情啊，他们的领导人大部分是律师出身啊，只有这个中国是很多领导人是从清华出来的工科生啊，呃这个属于全世界独一份儿。以前不知道苏联是不是也这样，这个事儿我没有研究过啊。总之呢，我们是工程师治国啊，工程师治国呢就是比较喜欢干这种工业斯巴达的事情，而且也比较喜欢做一些呃很去追求短期利益的事情。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因为我自己也是工程师出身嘛，对于工程师来说呢，这个事儿比较简单，就是我只管是把已知条件、未知条件已知条件那个列清楚，然后求一个解出来就完了，对吧？甚至还有最优解，他不会像文科生那样去思考很多的意义、目的，或者是很多人文的东西，我们其实是不想的，对吧？这个大家听了我的很多节目以后，其实会发现老范有时候也是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所以呢，这个最近因为有 AI 的帮助嘛。关于文科生的很多思考，我也会去认真的去看一看啊。这个可能另外一个可能也是因为上岁数的原因啊，人稍微的有一点多愁善感了啊，所以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鄙视文科生啊。最后啊，说这个模型回答不是靠统计学吗？这种研究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事儿是这样，模型的回答确实是统计学结果但是呢。它也是在巨大量的结果之内，而且现在是因为有推理嘛，它不是说直接推统计说我下一个字给你出什么最合理，而是说我先去生成这个推理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先要去出哪个词儿更合适然后呢推理过程出来以后再去进行推理的实施，然后再去做统计学，然后再用所有的这些东西最后统计出一个结果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中间的每一步生成还是有意义的就是你让他去思考一下，说这些训练过程或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还是比较有意义的一个事情吧。感觉理工科观众根本觉得给 AI 做心理评测没意义。是的，这个我感觉刚才那条评论就是这么个意思。
理科生啊更关注 AI 能不能依从命令干活。是的，这个其实不是理科生啊，工科生更关心的是，AI 的我们管这东西叫指令依存度，对吧？我们希望的是每一次给出命令以后，给出的结果都要一样，对吧？必须是可回溯的结果啊，我们还不要求可解释，我们要求是可回溯的结果。但是 AI 这点是很讨厌的啊，就是你每次给相同的命令，给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这个很烦。好，继续啊，OpenAI 的红色警报啊，有人说了，说这个不要把谷歌想得太强大，OpenAI 出来以后，谷歌的广告收入肯定是下降了很多，这个大家想想3年前每天用谷歌几次，现在每天用谷歌几次，就能猜个8、9不离十了。所以谷歌现在也是疯狂了啊，这个决死一战，一定要干掉 OpenAI。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就是谷歌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而且呢，可能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强一些啊。这个，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话题吧。然后，如果从今天到周五之间没有什么新的话题产生的话，我准备周五跟大家讲一讲谷歌为什么这一次牛逼了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跟大家掰开了去思考一下的，以及呢，通过谷歌这一次为什么牛了啊，然后让大家去思考一下说，未来的这个贸易、未来的交易、未来的这种社会形态会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个是我最近一周在主要思考的东西。来了来了啊，边吃饭边听啊，没问题啊，咱的节目很适合边吃边听。我刚刚参加完学校的一个关于 AI 的线上培训啊，参加的大多数是学校老师，还有是人文类的为主。这个讨论的话题当中有一个是环保问题，让大家使用 AI 工具的时候，能用快速回答，就不要用深度思考。理由是节能，这不是扯淡吗？其实我们要的还是正确的答案啊。这个一定要浪费更多的能源得到正确的答案，这个才是最省钱的方式。你得到了一个模棱两可、这个不可用的这个结果，对吧？你确实可能省了一点点能源，而且这点点能源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啊。然后这个，但是你的结果是错的，或者说是经不起推敲的，一定是更加的不划算的一个方式。再往后啊，是这个 H200入华这期啊，有人说川普想明白了啊，根本也拦不住。与其说给中间商赚钱啊，还不如放在自己赚。这个川普，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人总统来说呢，在这方面确实是想的比较开啊。这个就是你拦，你肯定拦不住他。包括像 GB200这些东西都拦不住。现在唯一能拦住中国的，你比如说，一个是光刻机啊，那个东西实在是太大啊，这个你要把它整个弄进来，确实还是很麻烦的，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些很单一来源的这种商品啊，但不是这个叫什么呢？不是显卡，而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原料性的产品，确实对中国还是有限制的。你比如说这个。大家知道味精是哪个公司发明的吧？就是日本有一个公司叫味之素啊，他们发明的味精。现在呢，造芯片里头有一个关键的这种原料，就是由他们来制造的，算是造味精的一个副产品吧。大概全世界这个工序相应的颜料，大概有90%几、98、90几都是他们来的。现在他们可能也会对中国说，哎，到底卖不卖给你啊？这个玩意儿要是进了以后，确实会很麻烦。别的东西其实还好，特别像光刻机啊，这个光刻机，你说这个咱们前头你知道是怎么威胁荷兰政府的吗？说，哎，你要不然给我，要不然的话，我们就宣布这个阿斯麦光刻机的所有专利在中国无效，对吧？这个中国做不出这个光刻机，一方面呢是因为
我们可能很多的这些这个基础设计基础的设备吧精度不够啊，或者是材料的精度不够。另外呢，其实好多的原因是我们需要绕它的专利啊，你把它做出来以后呢，他就要告你啊，这个确实是很麻烦的。你一旦宣布说，哎，你荷兰光刻机的所有专利在中国无效的话，这帮人绝对肝颤啊！而且面对世界工厂，面对中国人啊，咱们叫 China 对吧？走哪儿拆哪儿的一个民族啊，你一旦专利无效了，这个事儿啊，谁也受不了。还有啊，说这个官方应该有一个处罚案例啊，这种阳奉阴违，国内显卡生态很难起色，就像明月三千里所说的，甲乙双方一起改 bug，才能有自己的生态啊。这个明月三千里是谁不知道啊？我觉得这种事儿不会有处罚这个案例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啊是美国单方面禁运这个显卡给咱们，咱们自己从来没有说禁止进口过这东西。对吧？既然我们自己不禁止进口，那么这个东西在国内的安装和使用就都是合法的，凭什么要去为这个事儿做处罚案例呢？这不是傻吗？啊，还有人说啊，老范也是个反贼啊，竟然敢提倭寇这事儿。现在中国最新的教科书上的情况是，倭寇这两个字没了。这个因为知道就是骗自己，骗不了啊，根本就说不通。啊，是吗？我还没看到最新的教科书把这俩字去了。有谁了解现在中国新的这个教科书的啊？这个反正倭寇这个事儿确确实实是，呃，反正比较奇葩的一种现象吧。还有人说是当年美国政府以行政力强制规定其网络设备只能是 OSI 7层架构，但最后网际网络仍然是被 TCP/IP 协议给统治了。当年中国政府以行政力强行推国产芯片制造，但最后烧了几千亿，还是连灰都看不到啊！中芯推进7纳米。还是靠台湾人啊，这个梁猛松啊，科技是无法靠意识形态来实现的啊，轻者浪费民脂民膏啊，这个重者动摇国本。中国的制度啊，只能集中力量办平凡小事啊，无法办尖端大事。军舰下小子啊，史无前例，却无防御力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很多国家层面定的这种标准确实是很二的啊。咱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我记得当时是，中国好像我忘了定了一个什么标准，就是 VCD 啊，VCD 是一个美国标准吧，或者是一个国际标准。咱们好像定了一个叫什么 VCD 的一个标准啊，很怪那个标准，比 VCD 要清楚一些，比 DVD 要稍微差一点啊。因为当时我在清华同方光盘啊，还参与了一点点吧，这个标准相关的讨论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啊。这个就是有商业，然后是一个相对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的，甭管是中国还是美国，你想靠国家强制定标准这件事儿，都是很难实现的啊，而且都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啊。至于说这个大国啊集中力量办大事儿这个事儿呢，浪费民脂民膏这个事儿是必然的，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啊，并不是说办大事办不了，而是一旦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呢，就缺乏监督啊，那么这个确实容易浪费民脂民膏。至于动摇国本呢，这个是不是讲的秦始皇修这个郑国渠的故事，对吧？啊，国家冲上来说，哎，我们把这个郑国渠修一下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虽然郑国渠确实是把这个秦始皇啊或者叫秦国的国力消耗一空，对吧？让秦很快就20而亡了。但是呢，郑国渠对于后续的这种关中地区的农业发展还是有重大的意义的。啊，包括像京杭大运河，对吧？京杭大运河当时修应该是隋朝修的吧？啊，修完了以后也是耗尽国力，然后很快就被唐干掉了。但是呢，哎，他是当时修的，反正我应该当时没修到北京啊，当时我忘了修到哪儿了啊。但是这个对于后来啊国家的发展也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啊。
还有人问啊，说这个老黄的产能能跟上吗？这个现在呢有两种传言啊，但是呢这个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真的。一种传言呢说中国购买的量很少啊，另外一种传言呢就是现在向工信部报上去的量已经超出了老黄的所有产能啊。这个当然其实产能不是他的，产能是台积电的，对吧？这个老黄会提前锁定一些。现在呢有传闻说老黄已经上台积电那儿去加单去了。对吧？需要再增加一些这个 H200啊，这个我觉得后边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吧。对，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啊，就是谷歌啊，这个到中国来去进行最后的供应商考察和这个审核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明年要加大 TPU 的这个产量啊，那么它这个 TPU 产量里头有一堆的这个上下游供应商是在中国的。啊，现在呢，这个谷歌已经进来啊，去给这些厂去做鉴定了，啊，如果鉴定通过的话啊，那么他们就会成为 TPU 的产业链的企业啊，这个现在大家已经开始去看了啊，哪些是上市公司，怎么去买股票的事儿了啊，当然咱们这儿不去研究买股票的事情。答案不正确不能用，相当于工作返工啊，成本更高，这个是绝对的。来了点赞，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啊？这个大家现在是不是来了都不点赞了呀？这个讲了20多分钟了，才不到100个人啊！这个最近我的直播怎么这么不受欢迎呢？来迟了啊，不迟不迟啊，2倍速追吧。中国不光做不出光刻机啊，原创性的治疗重大疾病的药物也做不出了。这个原创药物呢，你还真说错了啊。咱们现在在整个的这个药物的制作上呢，其实在做两件事啊。第一个事儿呢叫原料药生产，现在大量印度生产的这个药品，就出口到美国这些药呢，原料药也都是中国的。对吧？这个包括像美国折腾半天芬太尼，其实中国是不怎么产芬太尼的，但是中国产芬太尼的原料，对吧？就是全世界的大部分的原料药都是这儿产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创新药啊，创新药现在中国也是非常强，对吧？但是呢，中国的创新药一般是做前序研究，研究出来以后呢，这个就会被欧美厂商直接收购啊。这个咱们是只做头上那部分。因为做一个创新药也是一整套的系统跑起来啊，这个中间有几步是非常非常耗钱的啊。前序研究这个事儿还是以咱们国内的这个资本情况还是可以搞定的。这个，所以在这点上，中国的药物研究已经算是在全世界的创新药研究里头有一席之地了啊。SVCD 好像是这名字啊，SVCD 啊，这个日子也是比较久了，想不起来了。行政定立的标准经常打不过事实标准，是这样的。我是非常非常讨厌这种行政标准的。继续啊，这个SpaceX 准备1.5万亿美金上市这条，有人说了啊，有一个误区，星链最大的秘密武器是透过 V3星链卫星，用这个收购回声卫星的5G 卫星频道，无需透过地面基站直连手机，这件事儿呢是这样啊，这个它确实是收购了5G 频段，但是呢，即使是有 V3卫星啊，它算是一个把基站直接放在卫星上发射上去的一个方式，但是呢，也不会随随便便去直连手机，它还是需要跟地面站去进行配合的。上面这些 V3卫星它是没有办法去应对这么多手机的啊，所以呢，它只能是在这个附近没有地面基站的情况下，而且要在室外，你才有可能连到 V3卫星上啊，因为卫星嘛，你一旦在室内就不好使了。对吧？如果周围有这个普通的地面基站啊，它就可以连接地面基站去干活去了。但是反正美国确实是有很多比较荒凉的地方，甚至都不算很荒凉吧。你像我在
旧金山到洛杉矶中间那个路上就有好几段是手机没信号的啊，但是你连到 V3卫星上的话，就可以去使用这样的信号啊。它还是要跟地面站去进行配合的，不是直接就可以用的。还有人说说这个天文学家现在真是哭死了。NASA 月初出来哭，说现在全球太空望远镜拍出来96%的图像都有被卫星干扰，那你咋办呢？对吧？数量又那么多，然后它还那么低而且经常是一串一串的飞过去，这个确实是有一点点难度了。但是我觉得它反正多拍几张呗，应该也还是能拍出来的吧。这个这是没有办法的啊。而且未来会更多啊！现在，咱们今年的这个工作会议最后出的文中国要加紧去做自己的 SpaceX 这个，就是 Starlink 中国要做自己的 Starlink 这块还是要很努力的去往前走的。还有人说估计 SpaceX 会像 Alphabet 一样分 A、B 股上市马斯克继续控制大部分投票权马斯克一直怀恨特斯拉当初没有这么干以至于他现在不能拥有绝对控制权。那么这个也算是吃一堑长一智吧？那怎么办呢？对吧 ？A、B 股的话，就是创始团队的股票有更多的投票权嘛。正常情况下，你上市了以后，应该是股份制改革，对吧？就是同股同权了这个像我们以前去给人写投资协议的时候，都是我有优先股优先股就是给人有更多的权利或者专门有一份这个协议来去规定我有哪些优先的权利它是这样。但是一旦上市就不能有这些东西了A、B 股呢，确实是会有一些小变化。这个我觉得等它真正上市的时候再说吧，现在去讨论这个事儿呢，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早了。怎么搞的？看没看那个在中国领海的货船用星链网络被查处的新闻意思就是星链已经覆盖到中国海域了嘛？何时可以覆盖在大陆？在小马哥不妥协的情况下，不，星链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覆盖到大陆的因为它是把那个所有的面积都会占到不可能说我绕着你那儿走，这是不行的，就是它都会从中国大陆上空飞过，但是呢。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它的 GPS 就不叫 GPS 吧，就是它定位应该是要求你到了中国境内以后就不允许连接了它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处理。至于是不是可以在中国的领海上去进行连接的话，我就不确定了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新闻我没看它到底是在中国领海还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发生了这种事情，这个我不确定。因为你像这个很多飞机上都是有星链设备的，包括那个游轮上都有，但是呢，你必须要离开中国领海以后才可以用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的规定。只要 Starlink 在大陆上空天线还开着，那应该会有私改天线接收 Starlink 信号的可能没可能这事儿是不可能的因为 Starlink 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说我支一个锅对准卫星就完了它是需要去计算的就是什么样的时间点有哪几颗星在我这上面走过什么样的时间点在我这儿走过，你只要是能把这事儿算明白，一定是可以对你进行精准定位的。所以呢，这个你要骗这个 Starlink 的锅说我现在不在什么什么地方，这事儿是骗不过去的。那你说的创新药那叫 Me Too就是欧美日哪个药疗效好拿过来在人家的骨架上修饰结构，进一步提升疗效或者拓展新适应症学界叫做快速跟随这个还真不是这样的
还真不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也在去寻找新靶向，寻找新的这个点啊。你所说的这个 Me Too 呢，是国内的这些药确实是这么干的啊。因为这个原因呢，其实还不是说研发，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你做了一个药啊，然后呢就进医保了，然后这个价格就受到限制，你不能卖很贵的价格啊。然后这个药厂就会说，我再做一个啊，在人原来有效成分的基础上稍微调吧调吧啊，算是一种新药啊。然后拿这个药呢，就又可以卖一个比较贵的价格，这个是中国经常干的事儿啊。就是中国如果把这种药算上的话，每年咱们现在研发的新药大概是肯定是全世界第一啊，可能也是很多国家加起来都没有咱们多的一个状态。但是那个里头确实有很多滥竽充数的东西。像我说的这种，就是啊，你能够完完全全研究出一种新药，对吧？然后能被国外的这些大厂买走，对吧？你如果真的是在人基础上修修改改，那国外大厂傻吗？买你这种东西回去做后续的这种管线研发，这人家也不傻，对吧？你可以质疑中国人傻，但你不能质疑白人傻吧？就是以你说话的这个调性来说，肯定是一个知黑了，对吧？如果你觉得这些啊买了这种这个创新药回去进行后续管线开发的白人厂商也是傻子的话，那可能全世界只有你一个聪明人了。新闻说，发现该船在中国领海内持续使用星链，而不是通过中国的地面站。这个回头我去研究一下吧，看看它到底是怎么个玩法。继续啊，这个我呢上周发了2条帖子啊，真的炸了很多知黑出来，跟大家总结一下吧。一个呢是我画了一个图啊，这个图上呢是4个造芯片的，一个呢是英伟达的黄仁勋啊，一个是 AMD 的苏姿丰，一个是英特尔的陈立武，一个是博通的陈富阳。啊，说现在呢 AIGC 领域里头卖铲子的人啊，全是华人了啊。这个前2个黄仁勋和苏姿丰是来自台湾的华人，陈立武跟陈富阳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啊，有人说这个10年以后是不是都是印度裔了？这个前头有一段时间印度裔 CEO 是比较多的啊，现在其实印度裔 CEO 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啊，谷歌的劈柴啊是印度裔，然后这个微软的纳提亚是印度裔，其他的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多了。啊，现在的话，其实很多的 CEO 要么是华人，要么是白人啊。啊，这块儿特别是在 AI 领域里头啊，这个就已经发生变化了。为什么呢？AI 上来以后啊，现在讲的是创始人文化，对吧？这个印度裔呢，其实好多是职业经理人文化啊，这个创始人文化其实更适合白人和华人。还有人说了啊，说除了皮，他们都是给白皮打工的而已啊，这个确实如此啊。这个苏姿丰是也是后来上来的这个职业经理人啊，然后呢，这个陈立武呢是后来招聘的，陈立武其实原来做投资的。至于说陈富阳呢，应该是一个创始人吧，但是呢，他是收购啊，他是收购了博通。还有人说啊，说这个，按照全球人口比例来看啊，也差不多是这样啊。犹太人的人才密度更高一些。首先呢，犹太人的人才密度更高这件事儿，我们是要承认啊，因为他们人确实少，然后出的科学家确实多。啊，按照这个人口比例来算的话，中国出科学家出这种大的这个企业主的这个比例，肯定是要比犹太人要低很多很多啊，因为咱们这个底子太大，分母太大。但你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看的话，那印度人哪儿去了，对吧？这印度人其实比较适合去做这个职业经理人啊，这块还是做得很好的，在这块我觉得他们要比中国人做得好。但是做创始人、做这个顶尖的科学家这块的话，还是犹太人跟中国人会做得更好一点点。这个还有啊，就是《时代》杂志封面啊，我也是发了一个帖上来我上头写的什么呢？我说马斯克算是里边的异类，为什么呢？因为一共8个人嘛，里头有3个半犹太人啊，就是扎克伯格和这个山姆奥特曼是犹太人，然后呢，Anthropic 的那个老板
他妈是犹太人，还有3个半华人，对吧？李飞飞，然后这个苏姿丰、黄仁勋啊，然后这个谷歌 DeepMind 的这个哈萨比斯啊，也是他妈是华人啊，所以就是有3个半华人、3个半犹太啊，2个半犹太人和马斯克，对吧？有人就说了，说这个与其说是华人啊，不如说是美籍台湾人啊，别硬蹭啊，行吧？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在这儿呢，想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华人这个身份并不丢人啊，你是台湾华人，是马来华人，美国华人，还是中国大陆华人，这件事儿并不丢人啊。一旦你说，哎，我拒绝承认自己是华人，或者说只要说是华人就这个觉得浑身不舒服的话，那建议去检查一下啊，是不是有精神分裂啊？所以我觉得你可以讨厌很多东西，但是你说你讨厌自己的出身啊，讨厌自己的民族这件事儿呢？会容易把自己搞崩掉的。呃，大家看亚洲这些国家啊，就是亚洲，特别是咱们周围这些国家，其实呢也会有类似这种就是文化认同上的这种别扭的地方。日本呢，现在已经完全脱离了这种文化认同的这种别扭啊，他觉得我写汉字没事儿啊，对吧？我用了很多汉字，用了这东西都无所谓啊，我用了我自己挺开心的，对吧？因为什么？就是他自信了啊，他就觉得没问题了。韩国这点呢就没有日本自信，对吧？他就折腾了半天啊，我要去汉字化，我要搞什么东西，对吧？为什么？就是不够自信啊。然后你再看越南，越南就属于更不自信，对吧？所以呢，就是你在中国周围的这些国家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地区也好吧，你一旦说自信了，你就觉得无所谓，对吧？你要觉得不自信啊，你就要我怎么能划清啊？我是台湾人啊，我还是华人啊，我还是中国人啊，还是什么样的？我要一定要分清楚啊！你说我是华人，你侮辱我了，这就属于极大的不自信，对吧？没什么别的啊。这是我对于这个所谓的美籍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的看法吧，包括像这个美籍马来西亚人，对吧？或者叫美籍马来西亚华人，对吧？其实他还是华人啊，这个没有什么别的，就是你不需要去否认他啊，也不需要因为自己或者这些人曾经是华人，然后就觉得这个敏感啊，一旦被人提了就觉得被侮辱了，没必要，对吧？只要看开了，就说明你已经找到自信了啊，看不开都属于不自信的。技术上应该已经覆盖了大陆地区吧，只是政府不同意落地，所以就没法用而已啊。这个事儿呢，其实不完全正确啊。就是呢，从技术角度上说呢，它的星肯定是要从咱们头顶上飞过的这个没有任何办法。但是呢，它的锅落在地上这个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就是你正常的工作，Starlink 的锅接收到信号以后，也不是说就直接跟卫星来回就通你的信号传走它的正常的工作方式是，你先要通过锅接到信号然后跟卫星之间进行通讯，然后卫星呢要再找到地面站你附近应该有地面站，然后尽可能不要让你的信息在卫星之间跳来跳去因为你一旦信息在卫星之间跳来跳去的话，这个通讯成本或者带宽压力就会变得很高。所以你在美国使用 Starlink 的锅的时候，等于是你先用手机也好，或者用家里电脑也好，连到这个锅上了，而这个锅连卫星，然后卫星连地面站这个地面站应该离这个你的这个卫星就是应该离你的位置不是特别远这个你的信息应该不在卫星之间传播，就是你卫星上去了这个信息上到卫星上，然后直接到地面站地面站就直接连到网线上干活去了。对吧？这个是这么的一个工作方式，但是在中国呢，肯定没有它的地面站，所以呢，你这个信号上去了以后，它能够传输的信息，能够干的这个事情就会少非常非常多，或者你的带宽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应该是这样来去解释这个问题。中华情，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华情，对。
我觉得啊，就没必要去否认这件事情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华人，这事儿有什么可否认的呢？啊，黄仁勋是华人，他到中国也穿着大红袄在那拧秧歌，对吧？啊，这两天苏姿丰跑到国内来了啊，苏姿丰现在应该在联想总部在这跟人谈呢，没有任何问题。他们可能也都不太会讲中文啊。苏姿丰还真没怎么听过他讲过，黄仁勋反正有时候荒腔走板的讲两句，对吧？这个但是这件事儿呢，只要他自己足够自信，他就不觉得作为中国人会是一个丢人的事儿。所有在这儿啊，这个专门纠正我说啊，你不能蹭人家这个事儿呢，都是这些人已经彻底自卑到家了啊，才会说啊，你怎么能蹭别人呢？然后啊，这个 GPT 5.2发布，有人说了啊，说从 GPT 5开始，OpenAI 说是最牛啊、最先进的模型，结果一塌糊涂，他家的这个评判标准的公信力啊就没多少了。这个评判标准这件事儿呢，跟人的感知肯定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啊。我相信呢，这个 OpenAI 不会在评判上去作弊。美国厂商最著名的大模型评判作弊的就是拉玛四，啊，就是美塔的拉玛四，最后把人都开掉了，然后项目都停了，对吧？那么这个他们是不会随随便便去干这件事儿了。当然了，这个 OpenAI 的模型呢，确实还是有些问题吧。今天还发现一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这个昨天发现的吧，GPT 5.2，然后你让它算数，这个5.9减5.11等于几啊？就这么一个简单的算数。然后你知道他们得到几吗？负0.79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判断5.11比5.9大。然后呢，减完了以后呢，等于0.79，然后但是他又判断了5.11比5.9大，然后最后得到的是这个负0.79。我说这不对啊，然后我就强制他，我说你现在thinking 吧，你现在思考一下，然后再给我回答回来就是正的0.79，这个数都算对了然后还有人算的是0.2几的这个反正各种的数都有，这个就属于比较二的事情，大家可以自己去试试。Grook 也算错了，好吧？声音有点小吗？不应该啊。麦连上了呀。喂，应该是我这儿看到的是连上了啊，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可能是别的位置不太好啊，再往上别一别。好了，或者是它可能是这样的。这个应该好一点啊，就是把它往嘴边上别一别。还有人说说这个山姆奥特曼是不是去跟雷军拜师了，学雷氏对比法？这也太看得起雷军了啊！这个每一次只公布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这件事儿是雷军跟美国人学的这种事儿咱们绝不贪别人的功劳。然后还有说70%可用就叫可用了吗？这个我觉得还算是可用吧。因为GPT 5.2的结果70%可用就是已经基本上达到直接就能拿来用了。剩下的30%呢，虽然不可用，对吧？但是你再进行1、2次的这种这个矫正以后，基本上也是可以用的这个是 GPT 5.2的我比较喜欢的一点，所以我最近又开始大规模的回到 GPT 5.2上了。虽然它算这个5.9减5.11算错了数这个有多少个 r 也数错了，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事儿不重要算5.9减5.11这种事儿，我有计算器，我不需要它，对吧？数多少个 r 这个事儿对于我来说也没价值但是更复杂的事情，它做的还是比较让我满意的。有人说GPT 还有一点很好，就是可以随意开通 Plus 会员，而 Gemini 好麻烦，需要改很多设置才行。这个否则就不允许你使用它的会员，想用都不能用这我还真没发现呀。但是 Gemini 确实有一点是比较麻烦的就是它的会员是跟这个谷歌的这个很多产品绑在一起了。你比如说你买了 Gemini 的会员以后
你的 Workspace 上的大量的产品也就都开通了，然后你的这个Notebook LM 什么的也都开通了，它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呢，这个确实是比较麻烦。前两天，这个我突然被扣了一笔钱啊，这个扣完了以后呢，我就去查，我说这钱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对吧？后来发现是我儿子在他的这个账号上，订购了这个叫做谷歌的这个 Gemini 的这个服务啊。后来我说你为什么订这么个东西？我说你去整个免费的不行吗？啊，他说我没注意啊，怎么点吧点吧就进去了。我还真没发现需要改好多设置才能进去的啊，就是他还经常诱导你、诱骗你进去设置成 Plus 啊，这个是很多的。而且现在谷歌是这样的啊，就是像我们这种都是 Workspace 的用户啊，这个你用这个叫应该叫 Start 还是叫什么？就是这种比较简单的这个套餐，一个月大概是$8还是几美金？它是不允许使用 Gemini 的这个 Pro 版本的啊。但你一旦是生成了这个叫Standard 的版本啊，就是标准版，就是一个月大概是$16啊，然后就可以使用这个那个 Gemini 的这个标准版了啊，Gemini 的 Pro 了啊，就可以用了啊。但是呢，它第一个月还是不涨价的，就是你上来以后，我先让你试用一个月啊，然后第二个月才涨价。所以我觉得现在没看到你需要进行各种设置才能上去啊，而且Gemini 有一点讨厌是什么？就是你开通了以后，你想关它是比较麻烦的啊。当时我儿子那个账号，后来我是找了半天才把它关掉的，啊，还是问了半天这个 Gemini 说这玩意儿到底咋关啊？啊，那个菜单隐藏的很深。我甚至怀疑啊，这个设置这个取消 Gemini 套餐的这个哥们儿是一个在360干过的中国人。还有人说啊，说相当不同意你的这个认为 Anthropic 有危险的这个观点，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是 Opus 在编程上比 GPT 5.2不仅强啊，而且强很多啊。这个 GPT 在相同的时间内能够解决的问题肯定比不上这个 Opus 的1/3啊。第二，这个 Anthropic 并不是老三啊，他们在企业订阅以及企业级 API 上。这个 Anthropic 是老大啊，这个 OpenAI 和谷歌是在 C 端撕扯啊，这个 C 端的利润率低很多。如果只能有一间 AI 初创公司能够度过 AI 泡沫破裂，我认为应该是 Anthropic 而不是 OpenAI。第三 ，Anthropic 是更加稳健的公司，现金流要健康的多啊。Cloud Code 是比 Codex 啊要优秀很多的产品。Anthropic 在这个制定行业标准方面也比 OpenAI 更加优秀的多 ，MCP Skills 啊，以及他们的这个 Agent SDK 啊，都是行业最领先的。你如果使用 Opus 2天，你就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了啊。市面上没有和 Opus 编程相接近的模型了。Opus 是独一档的存在啊 ，GPT 5.2是第一档的里头最强的啊。这个看来呢，它已经深深的被 Anthropic 折服了啊。这 Anthropic 的 Cloud 这 Opus 4.5肯定是一个相当强的模型啊，但是我确实没用，原因是我怕被封号啊，这个其实反复跟大家讲过，但是呢，在这里头啊，有一点啊，我要去批驳一下，什么呢？你去看一看现在的美股七姐妹，有哪家是做 to B 的吗？没有，一家都没有啊！所以真正值得争夺的永远是 C 端用户，to B 能挣钱啊，但是永远做不大。这就是为什么我说 Anthropic 有可能会被人干掉啊。那么这个谷歌也好 ，OpenAI 也好，它只要有 to C 的这个底盘在这儿。随时都可以去侵蚀 Anthropic 的地盘，而 Anthropic 折腾了半天 To B 以后，它在 To C 这一块是没有办法去侵蚀 OpenAI 和谷歌的，对吧？所以有一边是站在山顶上啊，我随时想打你就打你；另外一边站在山底下，只能被动防御，而且利润有限啊，千万别惦记说谁利润高谁利润低。你去签 B 端用户有可能会挣很多的钱，但是 B 端用户有几个？啊，而且你的整个的销售成本是很高的，销售周期很长，效率很差。而 C 端用户70亿，对吧？全世界应该有70亿人吧？啊，那这个是没法比的啊。
完完全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 C 端才是真正的王者。他们不一定是觉得自己是华人就被侮辱了，而是他们可能生在马来西亚，长在马来西亚，跟中国没什么关系，这个而更认同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啊。那你可能是没有怎么跟马来西亚华人打过交道啊。马来西亚的华人是更加认可自己是华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马来人的这个组建的穆斯林国家，那个里边的管理者是这个苏丹啊，一堆的苏丹或者叫土王吧，啊，他们是13个王，然后轮流去做马来西亚的这个大苏丹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马来西亚华人在争相的逃离马来西亚，因为他们觉得被当地的穆斯林所这个歧视，甚至是被剥削啊。因为挣钱挣的最多的肯定是华人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这个民选嘛，那边也是一人一票选上来的，对吧？所以在各种政策上呢，都是倾向于马来人的，没有任何一个马来西亚华人认为自己是马来人啊。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就相当于是说你这个怎么又懒又笨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千万不要瞎猜这个事儿啊。当然我是确实见过很多马来西亚华人是在印尼、在新加坡，甚至在中国、在美国创业啊。我当时还有一个案子，后来是没投吧，是呃哪儿呢？是在印尼啊，在当地做今日头条类的项目啊。当时我忘了那个项目叫什么了，有挺长时间了。当时考察了半天，正在准备签约的时候呢，那个项目被今日头条给收购了啊。所以这个就是他那个人应该也是马来华人，然后后来去了哪儿呢？去了这个美国啊，后来在国内啊，中国微软还干了好长时间，然后最后是回到印尼去创业，不叫回到印尼吧，后来去到印尼去创业。而印尼本地的华人呢，其实是不怎么干这些事儿的啊，因为印尼华人好多都是这个，就是要么有矿啊，要么有这种林地啊，或者是有这种大地主啊，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不太喜欢干 IT。就是印尼的有一些这种 IT 企业的创业，还都是由马来华人来做的啊。这个这个讲的稍微远了一点。麦梅连上升啊，这个我刚才已经看了，没问题啊。这回头下载了看，行，没问题。都点赞啊，点赞很重要啊。我用 Grook 也算错了，好吧？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这个5.9减5.1这个事儿呢，它这个就是它不一定哪次都错啊，就是它每一次输出的结果不一样，这个事儿是很讨厌的。哎，我让 Gemini 给我算一个啊，这个我还没试过啊，这个我让 Gemini 算一下5.9减5.11等于问号啊，这个让他去算一下，0.79没问题啊。这个 Gemini 也是算对了，就是你要算对的第一步是什么？算对的第一步一定是5.9等于是5.90啊，这样就是这步就走对了。所有没走这一步的基本上都错。请问老范一个问题啊，我刷完医保卡还没出医院，有关医保卡的诈骗电话就来了，连着3次啊，其中一次是我在外省啊，这可以排除医院附近的伪基站，那就说明啊，医保的这个服务器被诈骗集团入侵了嘛？啊，这个不是入侵这种事儿啊，你千万不要把这个诈骗这件事情跟技术想的一起啊，这个技术没那么高。只是呢，里边有人而已啊，就是有一些这个人员被诈骗集团收买了，或者说，跟某一个诈骗集团之间有一些业务往来啊。声音没问题啊，好的。我已经单方面取消和 OpenAI 的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了啊，这个车轱辘话实在是令人火大。5.2好多了啊，这个5.2的回答的内容要简洁很多，你去用豆包你才知道啥叫车轱辘话。
我估计豆包应该也快要升级了啊，因为豆包马上要开年会了，开完年会以后升个级应该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人家快速高清信使核糖核酸新冠疫苗，大国说也快搞出 Me Too 了，然后说好像 Me Too 在哪儿呢？什么意思？这个没看懂啊。说疫苗这个事儿让我觉得很愤怒啊，或者说很迷茫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新冠的时候，我是第一时间去打了，我好像打的是科兴的疫苗，还打了三针啊，打了完2针以后，后来打了一针加强针。现在好像把科兴做疫苗的老大给逮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当时打的是什么。这个实在是有点让我觉得浑身都不舒服的一个事情啊。不知道这个其他的国家有没有类似这种事情。反正呢，全国人民大概至少有可能一半以上吧，打的都是这个科兴啊。这个科兴应该出的最早啊，这个确实是很烦。OpenAI 最新版贵不贵？还是挺贵的啊。就是5.2呢，正常使用的价格比5.1要贵一点点吧。但是它有一个版本叫5.2 Pro，那个版本奇他妈贵啊！这个不是一般的贵。我到现在为止，除了 ChatGPT 的客户端啊，或者叫网页端，我在用5.2之外，我现在所有调用 API 的这个调 token 的已经都改成 Gemini 3了。没有哪个是在ChatGPT 上去干活了。然后有一些价格稍微敏感一点的，都改到 DeepSeek 3.2上了啊。DeepSeek 3.2还是比较便宜的，而且出来的结果大差不差。Gemini Pro 可以白嫖1年啊，是这样的。但是它是这样，就是 Gemini Pro 你要想去白嫖它呢，你必须要有一个 Gmail 的邮箱，你用 Workspace 的邮箱是搞不定的。而现在这个 Gmail 邮箱好像必须要手机验证啊，这个对于大陆的人来说，整起来要稍微的麻烦一点点。针对科技新闻热点是 AI 生成的还是有参考网站？我肯定是最后由 AI 去整理啊，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好说的。当然，更多的还是要自己有这个方向，自己有这个观点，以及自己还要有一些过去的这种经验啊，才能出来胡说八道。我想订阅 Gemini，但是我的账号被标记了，想花钱也没办法，再去开新的谷歌邮箱呗，对吧？你像我的账号都没有任何问题。人家快速搞出信使 DNA，新冠疫苗大国的 Me Too 是吗？大国不是吧？大国搞的是灭活吧？人家美国的那个是 RNA 吧？就是那个是 mRNA 还是什么？我忘了啊。就是当时他们美国的那个疫苗，反正咱们搞的是灭活，就反正我打的那个是灭活。后来呢是国内反正最后是4种还是5种疫苗，我也搞不太清楚了。这个反正是很复杂。一家公司能成的也是谷歌呀，Cloud 确实比 OpenAI 更有前景啊。我倒不是这么认为啊。谷歌呢，这次肯定是已经证明了它的强大，但 OpenAI 呢，我觉得整个行业会保它的。至于 Anthropic 的话，如果它最后就成为了一个 To B 的公司，那可能也就这样了。它现在应该是有，我忘了 Anthropic 现在值多少钱了，可能是有2、3千亿了吗？还是有多少亿美金了啊？它可能也就这样上市就完事儿了。Hello，卡尔加厨，对，卡尔加厨又回来了啊，欢迎欢迎。我觉得是这轮 AI to B 先于 to C 落地是不正常的啊，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其实全球的消费都在转弱啊，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一个事情。卡尔加厨回来了啊，回来了，刚才不是在那说话呢吗？这不是卡尔加厨吗？C 端才是真正的王者，明白了，沙县小吃才是真正的王者。哎，说对了，这个你就这么想吧。你说哪个 to B 的公司最后做的特别特别大，对吧？你像这个
SpaceX 可能应该算一个 to B 的公司吧，但是也不能完全算啊。SpaceX 特别像 Starlink 这块应该算 to C 的，对吧？剩下那些 to B 的公司，它一家公司的SpaceX 一家公司的估值是美国大概前6大军事承包商的总和，对吧？那都是属于纯 B 端的公司啊，所以到底是 to B 好还是 to C 好，自己想想。没离开哈啊，这个没有啊，你好长时间不来了啊，你是从上上周三来过一次啊，然后上周三你又没来，对吧？你看你哪次没来，我记着你的，因为你很活跃。马来西亚华人是非常抱团的啊，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认同感是很强的。其实整个南洋的华人都是差不多这样，理由一部分是老范说的，另外一部分是历史渊源排华屠杀华人，是这样的，就是他们肯定还是受欺负了嘛，受欺负的就会更加团结一点。这个中国饮食、住行、医疗、医院、食品、电力、交通好多腐败问题，希望美国华人华侨告诉白宫特朗普总统干预一下整改。费这劲干嘛？特朗普能把自己的事儿管好就完了，对吧？他还管别人的事儿，只要这些腐败你们要折腾到美国人啊，或者说没有美国公司进去行贿就可以了啊。但是美国好像是有法律的，就是这些。如果有美国公司跑到中国来行贿，也是不行的啊，这个反正比较奇葩。阿斯麦算是一个纯弊端啊，这没毛病，但是它也算是赶上了吧。这个台积电也是纯弊端啊，这个你要想着这个护国神山啊也有，但是呢，我依然觉得他们距离美股七姐妹还是很远的。我就没打，一针也没打。你这个算是聪明的啊，反正我打了3针以后，现在觉得浑身都不舒服。美国华人何德何能啊？为啥要整改大国腐败问题？就是这样的，何必呢？就是美国华人有时候整改大国腐败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美国竞争对手在大国行贿了啊，他有可能会到美国去举报。然后呢，我忘了是美国的哪个法律规定的，就是这个就是美国公司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行贿都是违法的。前一段时间好像还有一个判例，我用下来5.2，在解决问题的准确性上确实比 Gemini 强。同样的问题都是5.2帮我解决的啊，我现在也基本上都是5.2。没事啊，就是灭活疫苗啊，这么久了都没事儿，还有啥可操心的？但是你想，你打了3针疫苗，结果造疫苗的人被抓了，这个事儿你不觉得浑身不舒服吗？这个一直不知道为啥老范这么睿智的人会买预期啊，今天听到科兴疫苗就闭环了，这个也没什么可闭环的，就是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就是每一个单独的事情上会有自己的判断啊，这个有什么可不闭环的呢？我每天做完意式浓缩咖啡，都拍照片让 Gemini 看，然后会指出手法如何改进。哎，你是意式咖啡是有牛奶的还是没有牛奶的？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那个特小杯的那个东西吗？做完了以后，它到底怎么能够看出结果来？你要这玩意儿能看出结果，就直接把咖啡喝完了以后剩那个底儿，然后让他给你算一卦，多好啊！Gmail 就是个邮箱啊，还有什么好敏感的，在国内上不了，这个真的是很不方便。这个，这件事儿我就没法跟大家讲了，在这儿讨论这个事情是有问题的。供暖出问题了吗？穿这么厚实啊？不厚实，这个里头就是一个短袖了，对吧？就是只是今天穿着睡衣跟大家去做节目而已。大国宣布了几次 RNA 疫苗快要成功了，然后就没下文了，后来就没有新冠了。哦，RNA 那个是啊，说宣布了几次，但是呢，大国是这样的，就是它有很多的这个机构啊，这些机构之间还要相互的撕扯啊，这个不是说你研究出来了，真研究出来了，还是假研究出来了，就能上市的啊，这个
内部博弈非常残酷啊，只能这么讲。所以呢，他最后到底是没研究出来，还是说这个研究出来不让上啊，过不了，这个都有可能。反正在这里很多的事情都很魔幻啊，就跟前面我们讲那个朱雀3发射啊，发射完了以后，突然告诉你不可抗力啊，取消了。那这个呢，就属于是这个揣着明白装糊涂啊。这个为什么呢？签合同的时候啊，你说不可抗力，那是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啊，我就抽象了一下。但事儿都出来了，我还说不可抗力，这个就属于是叫冤了啊，就是有人黑我啊，然后我还没法说，我就说不可抗力，对吧？那肯定是有上门打招呼了。如果是天气原因，他就说啊天气原因啊，机械原因他就会告诉你啊机械原因，对吧？说哎我这个火箭到这儿发射不可抗力，不能发了，对吧？那就一定是有领导打招呼了，而这事儿呢还不能说。中国这种事儿太多了。在大陆的亲戚失业了，坐标深圳啊，现在经济什么样子了？我不知道啊，我都失业这么长时间了，对吧？你问我经济好不好，我只能说，反正我还在失业着啊。说的中国人在国内不受欺负一样啊，这个在哪儿都受欺负，对吧？只是这个你受了欺负，我们也得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啊。上一个找美国人来干涉的，最近判了啊，这个是谁呀？不知道讲的什么故事啊？我打的是国药的啊，这个但是科兴出这档事儿，感觉国药也不干不净的，这就不知道了这个事儿，反正谁打谁，哎，这个哎现在想这回头也没什么用。那几个 to B 的都是生产型企业，没有可比性啊，这个倒不一定。就算是生产型企业啊，现在呢正好是因为台积电也好，还有阿斯麦也好呢，他们都属于是风口浪尖上啊。但是，一旦是这个方向转向了，那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而 to C 的企业是可以跟着方向一起转的，to C 的强大才是纯的现金奶牛，绝对的。巨无霸大公司确实都是渗透到每一个 C 端消费者的公司，这个但是有些人他就觉得还是 B 端有趣呗。蜜雪算 B 端吗？蜜雪，你如果它算连锁加盟的话是 B 端，但是它有大量直营店，那肯定是 C 端公司啊。蜜雪冰城，今天看的一特逗的，说蜜雪冰城好像在纽约还是在哪儿开了一家，然后开完了以后呢，咱们在国内呢都是这个全糖啊、半糖啊、这个1/4糖和无糖，然后在美国呢专门给人加上了120%糖、150%糖和200%糖，这个算是入乡随俗吧。这个你不给人加2份的糖，美国人不喝。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你要别说2份糖，你连全糖大概现在都卖不出去。对中国啊，中国对于甜品的最高赞誉是这个甜品一点都不甜，对吧？你要在美国说这个甜品不甜，那你做它干嘛？对吧？我记得好多这个美国博主去测试中国的那个军粮，就是那种野战军粮，里头也有饼干啊、巧克力啊，有这些东西。然后对于他们来说，这不好吃啊，没什么味道，很寡淡。他们都是这样来评价的，就是咱们会尽可能的把这东西做的不那么甜啊，但是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不是让3大运营商整改电诈问题了吗？啊，这个据说还挺有效的啊。等过2天整改完了以后啊，这个有结果了，我再看看是不是录节目跟大家讲。感觉女生多的有点聊不过来了啊，这个把别人的生日和位置备注在微信里头，截图没注意被发现了，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海王啊，这个被发现了，就说明你还需要练啊，你的这个技能基础技能不够强。听了歪嘴的话啊，没打疫苗啊，感谢歪嘴，好吧，反正我当时是打了。准确的说，应该叫 mRNA 疫苗啊，对，应该是叫 mRNA。这个好久没听到 Anthropic 的新闻热点了，有啊，它一直有新闻热点啊，但是呢，它不像这个 to C 的公司那么热闹而已。你像它现在这个 Opus 4.5确实是很强，特小杯的就是意式浓缩咖啡，加些牛奶的是，都是加在浓缩咖啡上啊，这东西是科学加艺术。
想象一下，做出红烧肉给 Gemini，然后告诉你如何改进火候、刀工等等，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因为 Gemini 这种全模态模型，我觉得应该是能够做类似这样的这种调整的，还是应该很有趣的一件事情。经济当然是稳中向好，永远的稳中向好。这个现在稳中向好就有新词儿了啊，但是新词儿对于我来说已经没什么关注点了。看官方和崩溃的都觉得不真实啊，但是也不知道哪里有真实的消息可以了解。我觉得呢，不叫真实的消息，而是体感与统计啊。因为现在呢，统计数据呢，确实是可信度低了一点点啊，但是体感呢，反正因为每一个人的圈子其实都不是特别大，对吧？反正我个人体感肯定是不好，对吧？那么至于谁体感好，那就不知道了。我当初也不想打啊，但是工作关系要进单位办公室，不打不给劲。是啊，英伟达目前主要是 to B 啊，这个英伟达也 to C 啊，英伟达卖显卡呀，5090啊，对吧？我现在还在想是不是要去换个5080，我5090换不了，换个5080，我现在在犹豫这件事情。蜜雪啊，我认为核心还是算 C 端啊，更好说明 C 端更狠啊，卖糖水，渗透率高了，都这么高估值，那么可口可乐肯定也是 C 端卖糖水的。这个说起糖啊，一首 S.H.E 的半糖主义献给大家，哎，这我还没听过。大国可以不打疫苗吗？就可以啊，但是很麻烦。当时确实社会压力是很大的，你如果不打的话，会非常非常麻烦。歪嘴和散人都不建议打啊，散人推荐了老范的频道。这个你呢要相信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在每一件事都有自己的判断啊，不能说哎谁谁谁推荐了我，然后我就一样跟他一模一样，这个没法整，因为散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也不是那么了解。我在 AI Studio 里面用这个 Gemini 3啊生成的这个流程图还是很准的。这个流程图这块还好吧？其实它这种流程图就是一个小的程序嘛。C 端肯定厉害啊，C 端相当于是流量入口，C 端是可以决定这个交易的分配啊，就是它可以做这样的决定。而 B 端的话，你只能老老实实的派销售上去一个一个谈，就算你现在供不应求啊，大家都上来求你，但是一边求你一边都在想着怎么找替代方案。辉瑞的 mRNA 疫苗，我每次能打就打啊，一张记录纸已经打满了。哎，那个东西需要打那么多次吗？我让打针的贴个不干胶在上面记录，这个我不太了解，它是有很多种嘛，就是对不同病的嘛，你不可能打那么多吧？把认知局限在个体体感上啊，这个太原子化了，人人都是高度近视的既视感，是这样的。40或者50，主要40或者50，主要还是看显存了。如果 G 胖那个铁盒子，能带得了 GPT-A6啊，感觉英伟达显卡也就不是很重要了。哎，它那铁盒子里应该是 AMD 的吧？这个现在还等它出呢，我还没等再过一段时间吧。当时小区挨家挨户贴全员接种那种贴纸，现在看上去那个贴纸真的是很讽刺。这个，哎，这个反正确实是很烦吧。当时不打疫苗，哪里也去不了啊，是肯定是很难。但是呢，也确实有就不打的啊，这个，但是一定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给我来了个黄码先啊，红码变成集体生活了啊，好吧。反正当时是很魔幻了。To C 定义市场规则，不是规模，而是规则。To B 主要还是做服务，是这样的。听他们建议打还是不打啊？听名嘴只能说菜，不能做菜，歪嘴做菜就不行啊。散人开包子铺，估计自己未必会捏包子。
散人做菜的水平应该还行吧，虽然我没吃过，但是他不天天号称自己是掌勺做菜也能养活自己吗？不是自愿打的吗？不是的，这开什么玩笑？当时在中国不打疫苗，绝对寸步难行。反正当时没打之前说不打压力很大，后来受不了了去打了一针之后，人家问就是说打了啊，然后后边还差2针没打就没人管了。他是有那个什么啊，当时都是有那个小程序，什么健康宝，你打多少针都能看到的。走到哪儿要亮绿码，那个很麻烦的。范老师，BC 端论啊，未来中国应该还会出一批全球性的消费型企业，像极了当时日本出海。哎呀，这个出海这个事儿就肯定很难了嘛。现在全世界都已经警惕起来了，这个再去骗人就没那么好忽悠了啊。季胖那个参数都没出啊，就几张图，好像4000能拿下，我的生产力工具就全迁移到 Mac 了，好吧？如果4000能拿下的话，我就可以考虑换我的 Windows 电脑了。Steam Machine 应该是一个这个应该还是 AMD 的吧 ？AMD 的8G 显存的卡，等价等于这个7600啊，那7600还是稍微差一点吧。现在应该是98还是95几，反正是那个新的显卡。你不懂我的意思啊！现在官方说中国人是自愿封控的，那这个总有人愿意搞这种事儿，包括这个计划生育都是自愿的，那得咋办呢？当时不打在家会被连坐，出门公共交通都很难上，是这样的，这个非常非常麻烦啊。弊端除非像英伟达这样的有绝对技术优势才有定价权。英伟达这个也有很多麻烦啊，这个也有很多麻烦。而且英伟达不算是一个纯弊端公司啊，美国疫苗一直可以打，过一阵子出了变异啊，就会有针对疫苗版本有针对疫苗版本出来。我起码这个打了不止5针了啊，这个是自愿打，不是推动打，那挺好的。就在美国你不打，其实也没人管你，也不会有人限制你。但在中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确实大部分是自愿的啊，山东的大部分都自愿啊，这个。也没必要嘲笑山东人啊。中国的药企出海都特别困难啊，本来生态跟全球市场都不一样啊，更何况现在全世界都防中国人，这个还要看啊，就是中国的成品药出去也不少，像美国使用的仿制药里头，大概大头是印度的啊，印度的仿制药，就是美国开的这个药品里头。80%-90%应该也是仿制药啊，这个里头大概60%是来自于印度，30%到40%是来自于中国，啊，大概也就是如此了，啊，这个还是有很多中国仿制药在美国销售的，而印度卖的这些仿制药呢，他们的原料药大部分也是来自于中国，啊，内存硬盘明年有机会降价吗？很难啊，据说还要涨。对吧？这个几个内存厂现在都说我们现在产能不够了，我们要去做 HBM，没空给你们做内存了啊，这个就没招了。现在有点这个圈地运动、羊吃人的感觉啊，他们这个造这个算力中心的，让我们买不起电脑。没有嘲笑的意思，是真的啊，很多人主动去，这个维持秩序吧，下楼溜达就会被邻居警告。你在哪儿下楼溜达都会被邻居警告的。邻居这种东西，就是只要有机会能够管一下别人，自己能爽好几天。明年如果内存还这么贵，这个我也可能全迁徙到 Mac 了啊。我现在工作里，这个干活的全在 Mac 上啊，我的 Windows 就是打游戏。好啊，继续这个，周日吃药直播里啊，有人说，贸易顺差的钱不是在政府，而是在每个企业跟个人手里，这个你就说错了啊。中国是有强制结汇，然后还有这个外汇管控的一个国家，所以这个贸易顺差的钱进来以后呢，首先是在政府，然后你想花自己的钱啊，就是我现在手里有美金，我现在想把它花出去行不行？
你还要再申请啊，这个事儿不是你自己想花就能花的啊。虽然它在账户上是归这个叫什么呢？归你的企业和个人的啊，但是这个你想去随意动用这笔钱还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中国真正那些企业说我挣了钱啊，这个我想自己留着花怎么办呢？他们会在新加坡、香港建账户啊，那个钱是不进来的。你得把钱进到国内银行，你想再去花这个事儿就非常麻烦。还有人说油管大 V 啊，MKBHD 前几天做了小米的试驾测试，啊，给的评价还挺好的啊。黑老范呢，可以看看其他做车辆评测的主播的意见啊，这个不用建议他们去看这种东西啊，因为每一个人无法接受自己不认同的观点，对吧？只要看见他自己没法认同的，他们总会找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去定义一下啊，这些人拿钱了，那怎么办呢？啊，那个好像我没看啊，他好像是个黑人，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大 V，他确实是把小米弄去评测了一把，但是评测完了的结果我也没注意啊，因为这个事儿无所谓了，对吧？好也好，坏也好，而且车这种东西呢，就是一个交通工具嘛，对吧？你也不能说这个人只要买了一辆什么车，他就是这个忠实信徒了啊，这个我觉得太狭隘了啊！买了小米照样骂小米，这有什么问题呢？啊，这个端起碗来骂娘，这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特性嘛。要等 AI 崩了才有机会让硬盘和内存降价，应该也不至于，应该也不至于。AI 大基建啥时候这个温度降下来啊，电脑才会这个价格稳定些？其实我觉得不用啊，只要是全球供应链打通就可以稳定下来。现在之所以这么费劲，还是因为中美地缘政治的原因啊，这个确实是很麻烦。内存再极端点儿，或许会推动云游戏串流。云游戏串流这件事儿，反正我一直不是很看好啊。这个，虽然很多人在推这件事情，但是我一直比较对这个方向很困扰。啊，内存硬盘涨价幅度比起前几年这个矿潮显卡还离谱啊，已经涨了300%，涨这么多了吗？因为我最近没惦记买这个东西啊，所以不是特别注意。啊，老范说大国仿制药在美国销售规模，应当未必啊。当然，这个平角板鞋垫什么意思？主要是，大国生产的，我信。这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啊？这个不过应当不是大国品牌啊，这个有可能，有可能是别的品牌。大国卖到美国的主要是原料药和大规模，杀伤的这个武器芬太尼。芬太尼其实我们也不往美国买。芬太尼我们主要是卖给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然后呢，从那里变成大规模杀伤武器去的美国。然后这个大国的仿制药这个事情呢，我自己没有确认啊，我是问了 ChatGPT 啊，他给我查的啊，Gemini 也问了一次啊，这个大概也就如此。因为我原来以为美国人会用大量的这个原药呢，后来发现也不是这么回事啊，这个也当时是确实是打破了我的一个认知吧。今天新闻啊，2026年1月，苹果和三星他们几家厂子的存储长期采购价到期了啊，好像印度苹果 Mac 已经宣布要涨价了。哎呀，印度能买几台 Mac 呀？贸易顺差，企业赚到的美金从来都不在企业手里，很多这个承兑美金啊，想拿出来要付一笔费用啊，付了就赔啊，然后所以很多民营直接把这个卖的给国外的外贸公司。是的，这个也是一种方式。我刚抢购了64GB 的这个 DDR 笔记本内存条啊，放在我的游戏笔记本上，很快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游戏笔记本还是要显存的。外汇管制这个事情吧，确实非常麻烦啊。不过对于目前的全球经济，非美元货币还是受到外汇管制，独立的货币政策、汇率的不可能三角的限制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放开吧。你像日元这种，我就开开心心的让大家去借不就完了吗？它原来是零利率嘛，大家都借了日元去
买美元，然后买个存款，买个什么东西，最后这个拿出利息来再把日元还上，多开心的一个事情。甜品卡以前这个1000把块出头什么意思？这是说的显卡。啥时候人民币真的打败美元了啊？这个就跳出这个不可能三角圈，这是不可能打败的啊！这个很长时间都不可能。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不可能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所以呢，这个你跟一个自由兑换的货币去打，你是永远打不过它的。美国是自由市场，仿制要市场化竞争啊，没有集采，质量有保证啊，质量有保证这件事我是相信的。啊，美国你要敢在那儿卖假药，那真的不是一般的处罚。好，继续啊，这个迪士尼投资 OpenAI 10亿美金，啊，有人说了啊，就按照这个1600亿的估值，那不是很划算吗？啊，现在 OpenAI 的估值至少5000亿往上了，这个不是赚死了啊，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有可能就是说它的授权本身啊也是算对价进去的。还有呢，就是比如说算一些这个折扣啊，哎，我看今天好像有消息说 OpenAI 找这个亚马逊借了100亿美金，这个我现在还没仔细看这个新闻啊，这个回头我看看到底咋回事。这个 OpenAI 如果现在已经开始四处借钱了，也很神奇啊，这个事儿。还有人说啊，实际上用 Sora 2做普通质量的番剧已经完全可用了，啊，但是对于其他 AI 视频生成，这个对比其他 AI 视频生成是最强的啊。但是这个问题就在这儿，Sora 2呢，它是就是你给它指令以后，它会给你生成这个多镜头切分的这个内容，而这个像甭管我用极梦啊，还是用这个谷歌的 VEO 3.1啊，或者是阿里的这个通义万象2.5，现在好像有2.6了啊，用这些版本的，它都是只出单镜头。但是你想，它再怎么出，也就是10秒啊，你总共10秒的镜头，你还切了2、3个，那就没法使呗，对吧？像我们出了一堆单镜头呢，我还可以再去剪辑、再去拼接，你还有后续去处理的余地。然后像 Sora 2这种东西，你直接出了这个多进程啊，就是多镜头切分的好的这种小短片的话，后续就没法用了。所以 Sora 2是一个 to C 的产品，而前面我们讲的什么极梦啊、通义万象啊、VEO 3.1啊，这都属于 to B 的产品啊，这个是不一样的。这是什么 HotGPT、ChatGPT 啊？ChatGPT 的中文、英文回答已经非常不一样了啊。例如我最近问摩尔县城，中文基本上回答摩尔县城的销售文件。这个我倒没太发现啊，因为我处理的这个过程，我会发现它也搜索了很多英语的内容，然后再翻译成中文给我，甚至有的时候它就是回复就是英文的啊。这个我没太发现类似的情况。日元这种活啊，汇率这种变化，咱受得了吗？这咱肯定受不了。中国的成品要想在美国销售啊，原料、辅料，都要去认证啊，标准比中国严格啊。这个中国人从来不是达不到标准啊，中国人只是执行标准的方式比较奇葩而已。咱们在全世界卖这么多东西，谁定的规矩咱达到不了，都能达到。但是呢，我们一边实现标准，另外一边呢，我们会去看它的边界在什么地方，对吧？我们永远会擦着边溜过去，然后能钻空子去钻空子啊，这个是，可能让他们觉得不是很爽的地方吧。日本放弃了稳定的汇率啊，咱选择了这个外汇管制，才会是对汇率强大的，才有了，才会有对汇率强大的这个掌控能力。哎呀，别想这个了。1月1号开始啊，这个向外汇5000人民币或者是1000美金，就需要去申报使用用途了，对吧？这个当然我现在也没有什么向外汇钱的这个需求了。所以以后这个像海外汇款这件事儿已经变得越来越
艰难了啊。做外汇管控，用外汇存量给人民币定价，这个我们现在人民币定价应该已经脱离外汇了，因为全世界印的钱啊，中国印的最多，而且中国印的钱可能比美国、日本、德国什么这些国家加起来还多啊，所以你这玩意儿拿外汇给人民币定价这件事儿已经不现实了，因为人家压根儿没印出这么多钱来。继续啊，这个摩尔县城上市买理财啊，老范要不要聊聊小鹏汽车啊？小鹏同学说，2026年8月之前，小鹏汽车自动驾驶追不上特斯拉自动驾驶负责人在金门大桥裸跑，那我们就等着看裸跑不就完了吗？这多开心的一件事情啊，对吧？他都不嫌丢人，而且现在裸跑他也得穿内裤吧？不穿内裤应该会被美国警察抓起来吧？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的啊，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还有人说啊，说这个摩尔县城的这个招股计划书符合资本的预期啊，但是缺乏明确的工程意义上的研发计划，有可能他们根本没有想好要投入哪一块啊。国外的芯片公司是有明确的研发方向和进展的啊，买理财或者国债也是正常的盘活闲置资金的做法。但是没有谁会把刚刚募集到的资金99%都拿去买理财，这会引发投资人的担忧啊，这个股票价格一定会受到影响啊，这就是我觉得不对劲的地方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我对于公司未来的这种什么预算啊、计划这件事儿呢，一直是不太感冒的啊。这个可能是跟我原来的这种身份和角色有关系，因为我以前在公司里头负责投资嘛，这个每年年初的时候，财务要求我们去做规划、做预算的时候，我都说你这玩意儿规划咋做？你到底知道你知道我今天要投多少个案子，这案子都多少钱吗？我也不知道，对吧？你让我咋去做预算？这不可能的事儿嘛，对吧？这个，所以我对于这个财务预算和计划这件事儿本身是抵触的啊。当然这个我相信在大的工厂里边，大的这个芯片设计室里边应该是有严格的预算的啊，这个我是相信的，只是我个人比较抵触。然后另外一个我比较抵触这个财务预测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投项目的时候都要求他们写3年财务预测，但是那个数我自己从来不看，因为你像我原来投 A 轮、投天使轮的，对吧？这种人他写出3年财务预测来能看吗？这不可能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啊！所以对这件事情我本身并不觉得他把这个未来的计划写的多详细就一定是正确的啊，这个事儿我是从来不这么看的。还有人说，回头你会发现还是理财更挣钱，无脑研发赔的裤衩都不剩了啊，这个太正常了。这个很多公司都是这样的，包括好多基金啊。我原来有一哥们儿是北极光的，北极光募资的时候就协议里写着，就是他们是一级市场的这种创投基金嘛，但是呢，他这个里头写的是我们可以拿其中的20%几还是30%几去进行二级市场投资啊。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它一级市场投的项目，它上市了以后，你就会握有二级市场股票嘛，然后你二级市场股票，你也不能说我就光卖了就完了，对吧？你有可能也会在里边操作一下，所以他们会留一些资金去进行二级市场操作。后来经济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们最挣钱的就是炒股票那帮人，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太正常了。继续啊，这个语数科技推出 App Store 里啊，有人说这个机器人距离落地起码还有10年时间啊，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机器人呢在不同的场景下落地，你说现在转手绢跳舞这个办公室这个商场展示现在就已经落地了，对吧？你说它这个进工厂打螺丝可能还需要这个3年，对吧？然后能够进入家庭可能需要10年。这个是一个我个人的一个大致的判断吧，但是最后也未必就这样还有人说聊聊小米最近的大模型罗弗利首次公开露面演讲，这个怎么说呢？等这个过几天吧，我去看一看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但是我个人其实不太看好小米这样的公司去研究大模型，他就做好 to C 产品就完了，大模型使别人的就行了，甭管使千问的、使豆包的还是使这个 DeepSeek 都没有任何问题。对吧？千问跟这个 DeepSeek 本身也开源的，也都可以用。你自己折腾半天研究一个大模型，除了你自己用，别人也不用，
对吧？它的整个维护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啊，所以真不认为小米去投资做这个大模型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啊。这个但是也没办法了。其实小米有时候做的事情，你比如说他原来做那个玄界 O1那个芯片，对吧？我觉得那个就属于很好的一个决策啊。我就是花钱啊找这个 ARM 直接买一个套餐啊，买完了以后呢，ARM 就直接找台积电给我定制了一批芯片出来，我就把它装在手机里头啊，让市值涨一批，然后让这个大家又觉得小米遥遥领先一次，这个事儿它就算赚回来了。但是你做大模型这个事儿呢，可能也会有人在后边摇旗呐喊吧，但是我真的觉得是挺不划算的。好啊，网上的都读完了，我们再看看这边。所以不能放啊，一放大家都要破产啊。这个，你像这个谁，呃，叫阿根廷，那就属于放开的啊，那个是很危险的。这几年印钞确实吓人啊，而且明年还要继续扩表，继续印钱，对吧？那你不印怎么办呢？我是用英文询问关于摩尔县城，可是我不知道摩尔县城的英文是什么，就一堆的英文打了4个中文啊。摩尔县城好像叫 More Street，好像因为我最后翻译的是这样啊，我也不知道它英文叫什么，我不知道准不准。内存盘升价的势头什么时候才是个停歇下来？内存涨4倍多了，好吧，这个确实有点吓人。汇率的变化是货币之间供给需求啊，这个外汇管制就是介入人为调控货币供给，这个比这个要麻烦的多啊。这个老范有啥好方法使用 Gemini 3吗？啊，什么用 Enterprise 快到期了？我不知道你所谓的好方法是什么啊，这个我没太看懂。去 AI Studio 用 Gemini 3啊，相当于无限量，应该也不是。你用一会儿以后，它要求你绑这个 key 啊，你像我是有 key 在里头啊，因为我的那个 Gemini 就是 AI Studio 里头那个 Gemini 每个月大概还要找我收个10几美金啊，就是使 token 的费用。其实它现在已经是我的主力模型了。随便让你换人民币汇率就会随着货币需求变化啊，按现在的国内实际经济状况，汇率怎么走，都想得明白吧？这不一定。我感觉人民币放开了以后可能会快速升值啊，因为美元希望人民币升值啊，因为一旦人民币升值了以后，用人民币对价的这些商品啊，跟他们的商品之间的这个比例。啊，这个价格比就会相对趋近于正常一些。但是呢，我们又不能让它快速变化。现在呢，就是中国就是说变吧，但是呢，我们不能大起大落啊。这个应该也就是在7上下晃悠。国内的大模型研发偶尔，还是第一看好千问啊，第二看好豆包。其实 DeepSeek 3.2还可以啊，真的还可以。豆包呢，豆包我觉得挺奇怪的，就是豆包很好使，就是豆包1.6很好使，豆包1.6 Thinking 他妈巨傻，实在是不好使。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啊，Kimi 我也用过，然后 Minimax 也用过，但是，我反正用的最多的现在，应该还是豆包多一点和 DeepSeek 多一点啊，其他的用的它真的很少了。我今天在 X 上看别人评测小米的模型啊，除了快，其他一无是处。对啊，你想他最后每一次回答问题只激活15B 的这个参数，它不也就是快吗？其他的确实不可能有任何好处。我的游戏笔记本是英伟达显卡啊，但是还是扩了内存，好吧，反正内存这东西还是多多益善啊。印钞能解决失业问题吗？解决不了。印钞连消费问题都解决不了，更别说失业问题了。Kimi 啊，Kimi 我用过一段时间，但 Kimi 呢拒绝回答的特别多。Kimi 属于持感比较强的一个模型啊。快速升值债怎么办？这个债再说呗。More Street 是对的啊，这几天
那啥，随缘科技估值飞升更凶，呃，是叫随缘吗？还是今天上市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叫木犀吧，木犀那个也涨得很猛。Kimi 会员也不便宜啊，这个我还没买过。Kimi 我是直接充了点钱进去使它的 API 用过一段时间，里头应该还有钱。豆包的算力好像有时会被调走，然后就变傻，这我还真没遇到过。因为我是使用豆包，其实我经常在火山云里头用 DeepSeek，就是特别是在前面 DeepSeek 自己的服务器经常顶不住的时候，我就经常跑到豆包云里头去用，啊，就是叫火山云里去用啊。那个我一直觉得字节的算力还是很充裕的。印钞能够稀释债务啊，这个猛猛的赚外汇啊，这个赚外汇的就不知道了。印钞可以解决失业问题啊，让老范去街道学文，文件发工资不香吗？这别逗了，会弄死我的。这个我这个本身阅读就痛苦，放开兑换啊，我感觉不会升值。这个有资产的家庭的常规操作是把钱放在国外银行，随时准备跑路，用人民币就换点回来啊，这个就不好说了。到底有多少有资产的？其实真正有大资产的这个人啊，早就跑干净了，就是钱压根就不在国内。真正在这儿犹豫到底要不要弄点钱出去的，都是像我们这种这个稍微剩一点点小钱的人啊。你说彻底没钱的人也无所谓，不想这事儿。不太同意老范这个汇率放开会快速升值的看法啊。如果没有外汇管制，汇率会还稳定啊，那国内就是得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什么意思？我没看懂啊，那就更不可能了啊。这个你这个绕来绕去的，我没看懂你要说什么啊。这个反正国内肯定是不会放开的吧？这个想太多了啊。对，AI Studio 是经常地域限制啊，这个我有时候挂日本的梯子就不让我使，我挂台湾的梯子就能使，而且有时候跑着跑着就不让使了啊。这个 AI Studio 确实不太稳定。债务稀释看怎么稀释了啊，通胀会稀释债务，但是物价不会啊，不通胀的印钞啊，债务会越滚越大的，这个就太复杂了。好吧，那么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啊，然后预告一下，明天，我应该又跑去东升办公室东升乡的那个办公楼去参加疯狂星期四的 Web Coding 的活动啊，明天上午应该在。所以如果有朋友啊，这个明天上午没什么事儿想去活捉老范的啊，可以到那儿去找我，对吧？这个我应该待到中午吃饭吧，就会溜号啊，这就是明天的安排。所以后天未必会有节目啊。就后天早上未必会有节目，但是后天的直播还会正常进行，啊，也就是如此了。啊，对于美国来说啊，关键不是汇率升降，是操纵汇率，是这样的。美国就是我需要它涨的时候它就涨，需要它跌的时候就跌啊，然后，把日本玩的欲仙欲死啊，好开心。那么本期读评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咱们下周三老范读评再见啊，然后也欢迎卡尔加厨的回归啊，那么再见。